多巴胺褪去才是真正的爱的开始，就情侣在一起真的会腻吗？答案是会的。但是爱情它不是只有激情的，真正的爱情是诞生于你们腻了的时候，就是诞生于你们看到了彼此的缺点。如果你一直把恋爱前的6个月对方的表现当作是永远，那么在感情里面永远是不断受挫失望的那个。就为什么不能把对方前6个月的表现当作永远？因为前6个月属于激情期，也叫多巴胺期。就早在40、50年代了，精神学家希斯博士他就发现了对精神病人的电击治疗，然后发现大脑中得的电击刺激呢，就会能够引发这种愉悦感。然后后来这个博士就干脆允许病人自己去控制这个开关，然后结果特别恐惧的事就发生了，病人忍不住的疯狂的按这个开关，然后沉迷于电击自己。然后到了50年代吧，心理学家奥米斯和米纳尔就这2个人拿老鼠做这个电击实验，结果老鼠就疯狂的电自己，就踩那个电击踏板踩了7000多次，直到这个器官衰竭，2个老鼠嘎了。然后奥尔斯看这个数据就恍然大悟了，原来多巴胺的刺激它不是享受，它是上瘾。所以你看到在爱情里死去活来的人，通宵打电话呀，辗转难眠啊，吵架痛苦难受啊，那个不是快乐，那个是受虐上瘾。所以这种多巴胺带动的受虐上瘾的行为会让2个人坠入爱河，爱的不知所以。但这个阶段它不会一直持续的，大脑会为了保持机体的平衡运转，就会让这种危险的受虐行为在中途停止，以此来避免发生上述实验老鼠的这个惨剧。那么等上瘾结束了，那么这时候你难免会觉得很失望，你甚至会觉得自己被骗了。但明明人还是那个人，为什么就不会像一开始对你那样很体贴很用心了？是爱情结束了吗？不对，是激情结束。这里要摆正一个认知啊，就是情感出现裂隙，其实亲密关系才是真正的开始，游戏才开始变得有难度，因为这是一个不再靠直觉和本能就能快的领域，它需要知识，需要学习，需要行动，需要建设，需要共情，需要去协同。它考验的是一个人全方位的心智水平和情感功能。而心智水平和情感功能其实并不是一回事。心智水平就像什么？人的情商、人际交往、人格健康，它是一个大的分类，而情感动能它是一个小的分类。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。都为什么有的人不谈恋爱的时候吧，大女主积极豁达开朗独立，但是一旦进入亲密关系就各种出问题，不是疑神疑鬼就患得患失的，就是控制欲特别强，很敏感很较真儿。原因就是他的情感功能并不完善。情感功能是处理关系矛盾的能力，是认知对方和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，它和简单的出去交朋友还不太一样。就我遇到不少有这种自恋阻抗的这个人，他压根就不相信爱情这件事儿他是需要学习的。他们觉得谈恋爱这个事儿吧，他不说与生俱来就会的，这个是大错特错的。亲密关系它是一门学问，而且这个学问比社会上如何交朋友这个东西还要复杂多。去到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以为仅仅是生理本能啊，觉得对方长得好看才喜欢，其实除了生理，心理上占个大头的。爱上一个人所投射出来的恰恰就是心理上的缺失，因为小的时候缺爱，没有什么人照顾你，所以你才迷恋另外一个人给你无微不至的这种体贴，因为内核很虚弱，忍受不了孤独，所以你才依赖对方时时刻刻去关注。我们从爱上某个人那一刻起，其实就已经是一门科学了，而不是大家以为的因为生理喜欢所以喜欢。所以我要说的，爱情从来都不是某一刻的心动，也不是前几个月多巴胺的分泌，它是长期的一个双向妥协、理解还有这种忍耐。而爱情决定性的因素从来都不是情绪上的喜欢，而是2个人心智化水平和情感功能。当你具备了这些技能和认知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的能跨越那个前6个月那个激情期，这个时候就能真正走向一个相濡以沫的长期关系了，明白吗？